这样，就以公司的名义，给你做一个教育机构，送你60%的股份，然后你来总体负责，行不行？凯哥，你让我做的事情我已经做了，退税款也已经到账了，所以我想拿我们之前说好的，给婉儿治病的那笔钱。多少钱？1400万。是这样的啊，公司目前的账上确实到了3000万，但是国家退的这个钱已经都打到出口退税链上了。手机人头是个烧钱的东西，如果资金链要真是断了的话，那咱们就前功尽弃了呀。你看这样，从我个人账上给你打过去300万，你先去用，好吗？凯哥，300万不够给婉儿治病的，不够。咱们公司的钱呢都在境外，如果想要拿回来的话，我就必须要通过地下钱庄来转，这需要时间的呀。不然的话，也不会为了这区区的3000万去大费周章。可这是我们说好的事儿，不能够出尔反尔吗？看你说，我怎么会出尔反尔呢？我知道咱们现在还有时间，还可以再做几次，都不会耽误婉儿的治病。来，啊！你是不是压根就没想给我这笔钱？领导，公司里面上下那么多人，大家都有家庭，都有孩子，这个道理你应该懂。郑明，处理不干净，我要你好看。这婉儿就是个小姑娘，那是她救命的钱。那个小姑娘是拴在她爸脖子上的一根绳，不能紧，也不能松，要做到张弛有度。你就是这样，口蜜腹剑。让赵明南以为你念着小时候那点情分，其实都是利用。张明达为了钱救他女儿，我呢是利用他的能力给我生出这些钱，价值互换，这个很公平啊。是，婉儿的病一天不好，赵明达都会为了这个目标全心全意的跟你合作。赵婉儿倒霉，生成了赵明达的女儿，我更倒霉，投胎成了你的女儿。如果没有我，你能站在这儿吗？我不如赵婉儿，最起码她有一个为她全心全意付出的爸。我现在倒是有点同情赵明达，但我应该永远都不会因为你给我的那点施舍而有一丝感念。要不是我13岁一个人找到新东，
恐怕我早就饿死了。靠的都是我自己。你上期问的那个赵小姐，她老公也戏啦。消息可靠吗？圈子就这么大，大家都一清二楚啊。她老公的戏性可不小哦，我劝你离她远一点哦。赵总，你这么着急找我，是有什么急事吗？请坐。也没什么急事儿。今天我过来，就是想当面跟你开诚布公的好好谈谈。谈什么？你老公在香港出事，让人砍掉了一只手，差一点连命都没有了。现在能够活下来，我想应该是你跟冯大凯谈的条件吧。你怎么知道的？我怎么知道的？这个事情不重要，重要的是，我现在想给你提供一个机会。什么机会？我们都是被迫走到这条路上来的，都是为了自己的家人。现在出口退税的钱已经到账了，我不想从此再受制于人。冯大凯不会放过我们的。你觉得法律会放过我们吗？那我又凭什么相信你呢？你不需要相信我。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你相信你自己就行了。郑浩，小新，小新啊，时间差不多了啊，赶紧出来吃饭了。哎，来了，快快，赶紧吃饭。哦，好。快。今天什么日子啊，爸？这么丰盛，吃成这样。今天小新考试，不吃好点怎么考得出来呀？啊！小新啊，每月都有考试，你也不能因为他考试也临时抱佛脚。这个你就不知道了。他们在家长群里都说了，这次的考试是摸底考，关系到这学期的分班，跟平常的考试是不一样的。小新啊，好好考，别紧张啊。您放心吧，我肯定好好考。我记得我考公务员的时候，你也没那么上心啊。哎，你看爷爷，多偏心。我怎么没上心啊？当时不是给你做了你最爱吃的带鱼啊？是吧？来，这个蛋也是你的，多吃点啊。谢谢爷爷。多吃点，营养丰富了才能考得好，是吧？那我要跟你说，吃鸡蛋没问题，但是最关键还是平时要认真听讲，少贪玩，注意力集中，认真学习才是正道，明白吗？
正道全让你给说了。那个小新数学差点，也没见你给他辅导啊，一回来就往屋里一钻，哎。喂，崇义啊，啊，你到局里了吗？赖师傅，关于注销了的明祥合金公司，我还真查出点东西。你查到什么了？这家明祥合金，他开出的票呢，大多数给了一家叫做启科的公司。其实流向手办公司的票非常的少，我怀疑他们是专门为启科开票的公司。这个明祥公司啊，是一家老牌公司了，中间换过一次法人。明祥换法人以后呢，它的开票量是突然增加了。你猜这个启科公司是干什么的？别卖关子了，快说。生产和出口手机的。巧的是啊，启科也换过法人，并且时间和明祥公司是前后脚。更巧的是，启科换了法人之后，出口业务大幅增加，获得了大量的出口退税。这不是巧合。我也觉得，要不是因为明祥公司的注销，我们都怀疑不到他身上去。在我看来，有明祥合金这条线，这个启科公司就值得怀疑。哎，那我们是不是可以申请立案调查了呀？啊，先别着急，我们把所有的线索交给安源部门进行分析以后，咱们再说。好。正好，快点啊！小新都吃完了。来了。行，那有什么事随时打电话给我。啊。我错了，我真的错了，我贪得无厌，我不得好死，我坏了规矩。咱们这批公司做的实在是太真了，所以我才用明祥合金给外面开票。但是其实他太不靠谱了，不然根本不可能被发现。让你当法人，你真拿自己当法人是吗？明祥合金明令规定只能公司内部用，你为点蝇头小利差点害死大家，你知道吗？对不起。我找给老板赚了好1000万，我的人为了给你擦屁股，关了一连串的公司。周明，老子找了你是看你识相，你害得我在老板面前吃瓜唠，脸都让你丢尽了。我真的知道错了，我真的知道错了，我求你了，你要怎么罚我都可以，但我求你，给我一次机会，我去向老板解释清楚，我一定戴罪立功，戴罪立功。机会，你应该庆幸你还有命在我面前鬼哭狼嚎。谢谢水哥，谢谢水哥。您这个需要将罚款以及未及时缴纳家属的罚款全都缴清之后才能办理修复，未缴清期间是不予修复的。而且您这个资料不够齐全。同志，您就通融通融。现在国家不也在说大力支持企业信用修复吗？我是小本生意，能不能只交罚款？这个家畜罚款你就帮我取消了。国家是支持企业信用修复的，但是家畜的罚款是由于你们公司在明确且多次收到处罚通知后，仍在长达1年的时间内拒交罚款。如果不缴清罚款的话是无法办理信用修复的，所以还是请您回去吧。
您好。哦，您好，请问是办理信用修复的吗？是的。信用修复的话，按这个上面写的，回去准备一下资料。我都准备好了，您看一下。这个是信用修复承诺书，这个是接受处罚时候的文书，这个是缴清了税款、滞纳金还有罚款的完税证明，这个是主体的证件，这个是信用报告。哦，之前来过？哦，没有，我是在网上看到了，所以就提前先准备了。要都像你这样就好了。失信企业修复，这是刚刚出台的政策，我也是第一次接触，大家其实都还在学习。已经公示满6个月了，你今天来是想办理什么？我想申请将企业撤出税收违法失信黑名单，具体的原因我写在了信用修复承诺书里面了。这家企业是因为违规取得发票而受到税务部门处罚的。那现在已经缴清了税款、滞纳金还有罚款，并且也深刻地认识到了自身的错误，希望能够得到改过自新的机会。材料要是有什么不清楚的地方，我还可以再调整。你这个已经写得非常清楚了，我们会抓紧时间办理的。好的。我相信企业有了这一次的教训以后，一定会依法纳税的。谢谢。你接着说。金盛公司骗税案中呢，它的上游链条中有一家企业叫民祥合金，突然注销，这就一直让我觉得很奇怪。虽然民祥合金注销了，但是我们查了它这个企业之前的开票信息，它呢只有少量的发票是开给了首办企业，大部分的发票开给了新东市另外一家企业，叫那个启科公司。那这个启科公司是做什么的？启科公司是我市生产手机出口的企业，之前变更过法人，它更换法人的时间呢和那个民祥合金更换法人的时间呢十分接近。你这不是证据啊，也不是有力的线索。但是从发票信息来看呢，民祥合金是启科唯一的手机外壳的供应商。这民祥合金注销以后，启科立即就找到了新的供应商。从大数据的分析来看，启科在这个期间生产量没有受到任何的影响。那这就奇怪了，这启科难道是未卜先知？他早就知道民祥合金会注销掉，然后提前就找到了新的供应商，做到无缝连接。哼，这更奇怪的是，这家新的供应商以前呢从未对外开票，他开始开票以后也只是给启科开过票。您看这些线索，我们该怎么处理？你有什么想法？经过这几天的分析，启科公司在换法人之前，主要是组装一些低端的手机，价格都不高。换了法人之后，开始创始了自己的手机品牌，价格在4000到5000块钱一部，而且他们不在国内销售，全部出口东南亚国家。启科公司主要供应商有9家，之前有些公司跟启科没有任何业务上的往来，有一些供应商半年前就换了法定代表人，然后开始向启科公司大量的开票。此外，启科公司的出口目的地是东南亚，但是他们并没有选择距离更近的深圳，而是选择在容州出口，有点舍近求远的意思。启科公司是通过几家香港注册的公司进行结汇的，我们怀疑这些香港的公司都是空壳离岸公司。至于这些空壳离岸公司跟启科公司有没有直接的关联，这个需要启动情报交换流程。结合郑科长提供的有关启科公司上游供货商民祥合金的情况，我们认为启科公司有出口骗税的嫌疑，依理立案调查。我的汇报完毕。案源科的分析已经很清楚了。鉴于手机产业是我市的重要产业，启科呢又是我市较大的一家手机企业，所以呢，局里决定成立专案组，由肖副局长担任组长，检察1科、检察2科共同参与。这件事情呢，我还要强调一点，
有问题要赶紧查处，没有问题也要赶紧的下结论，不要打扰了企业的正常经营。是。我看他去。哎，董姐，哎，一会儿有点资料给你送过去啊。好嘞，然后开个会，咱们讨论一下。今天呀？今天。我下了边有点私事儿，要不然明天行吗？那就今天晚上回去消化一下资料，明天吧。没问题。不好意思啊，我先走了。哎。诺诺，喜不喜欢这个地方？喜欢。那以后咱们天天来吃，好不好？好。真乖，来。诺诺，来吃蛋糕。以后我们每天都吃蛋糕，好吗？好。哎，真乖。哎呀，一会儿给诺诺擦擦手吧，别弄得到处都是。不用擦擦，是不是？不用擦擦。那书上说了，说那个小朋友自己吃饭的话，对大脑发育有好处。一会儿弄眼睛里了。哎，吃这个，别光吃蛋糕。来，宝宝，擦一下，擦一下。哎呦，把你手擦一下。小脏猴，哦呦。来，你看啊，拿这个，这样吃手就不会脏了，好不好吃？哎，你也吃啊？这是特意为你点的，尝尝。谢谢。谢，这两口子还谢。老婆，你知道吗？按照以往的话，今天我都来不了似的，真的。我临走的时候，郑浩还跟我说要对案情呢，我当时严词拒绝了。对什么案情？还对案情？这老婆孩子都快没了，还对案情？不对了，真的。不，改天你问郑浩。我说，总得有点变化吧？你家里家外忙活这么多年，付出这么多，我得好好补偿你，对不对？以后你看我表现。我李东杰，我诺诺，吃东西下面掉了就别再捡起来了。听妈妈的，不许吃了，脏了啊！哎呦，我的小祖宗，那接啊！吃。那么忙的话，就先回去吧。快走吧。您的照片拿好。好的，拜拜。妈妈，谢谢啊。我也想拍照。太晚了，改天再拍吧。哎，干嘛去啊？免费的是吧？哎，来一场，正好来个全家福。哎，来，宝宝，高兴一点，下一个。1、2、3。宝宝拿。好。哎，小姐，能再拍一张吗？我好像眨眼了。在拍什么呀？不是，太晚了，我真眨眼了。睡觉。谢谢啊。客气。我真眨眼了。
小家伙越来越沉了。就到这儿，你回去吧。给我。我送上去呗。要不然回去睡吧。我问过律师了，夫妻双方分居一定的时间，离婚更容易得到法院支持了。我可以等。离婚以后，你还是诺诺爸爸，随时都可以来看他，我也不会拦着。其余的，就免了吧。照片，你留着吧。请他进来。曾总，您来了，来，请坐。梁总，没有打扰到你吧？没有，我正在等您呢。我是听说那个事儿的结果已经下来了。是的，税务局已经准备把你们从黑名单里面撤出来了。真的？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哎呀，多亏了梁总啊，感谢感谢感谢。你不用谢我。你应该谢谢国家，谢谢国家出台了让企业信用修复这样的政策。是。我再多说一句啊，曾总，一定要吸取这一次的经验教训。这次教训太惨痛了，我估计我这一辈子都忘不了。回去之后呢，我一定会严抓这个内部管理，杜绝这样的事情再次发生。那这样，等正式结果下来了，到时候再通知您。好，好。李科，昨天是不是没睡好？茶喝多了。各位请坐。谢谢。这是我们的车间。因为出火量比较大，所以呢，工人手也不太够，白天晚上都得干。是这样，赵经理，我们还需要查一下您的财务资料。好啊，不过我们资料比较多，给我们几天时间准备一下。好。赵经理，那您怎么突然想到来启科了？是不是因为这儿的待遇比较好？啊，我老家是新东的，想离家近一点嘛。然后启科原来的老板做的不是特别好，不赚钱，就把它给卖了。新的老板倒是挺厉害，创立了自己的品牌，然后组建了新的团队。我有点财务经验，所以很幸运的就被聘上了。赵经理啊，我们可以随便看吗？当然可以。啊，你们去那边看看。过来，走。这么大个屏区都是你们的？对，还有那边。说的。干嘛去啊？去食堂看看。对，还有那边。你跟我去仓库看一看。哎，大家时间抓紧一点啊！饭点马上就要到。哎，师傅，你好。哎，我看你们这伙食挺好的哈，一天几顿啊？白天一日三餐，晚上倒班呢也有人上工，前后半夜2顿夜宵。哎，说多少遍？你说晚上还做饭，不按套路出牌啊？就你这样还想学你师傅呢？我们业务主要是出口手机到海外，这里是专门联系海外老板的业务专员办公室。你们主要销售对象都有哪些？我们想看一下客户资料。我们手机主要销往东南亚，供货商的中文名叫阮东方，我们一般叫阮先生。我们的货都是发给他。你们这么大的出口量，客户就一个人？
是，就一个人。这个阮先生胃口还挺大的啊！你们最初是怎么认识阮先生的？平时又是怎么跟他联系的？这个我也不是很清楚，好像是老板的朋友介绍的。阮先生一般通过邮件询价，谈妥之后发订单，我们再根据订单组织生产，再发货，一直都是这样。啊，哎，用的是什么邮箱？雅虎邮箱。啊，麻烦可以给我看一下。哦，这个不好意思啊，我们邮箱都清空了，我们习惯每天都清空邮箱的。那就是说今天还了解不了这个阮先生。不好意思啊。蒋经理，哎，我有点不明白，为什么非要从荣州出口？因为虽然啊，新东市到荣州到深圳的距离差不多，但据我了解，深圳离东南亚更近，运费也就更低，为什么要舍近求远呢？嗨，这就是您不了解这个情况了。哎，从表面上看，从深圳到东南亚，好像它的这个海运的距离更短，但是从陆路情况的运输来看呀，哎，从新东市到荣州呀更便宜。哎，因为这个车子多呀，哎，荣州的货代费也好，海运费也好，都便宜。算下来呀，从荣州出口呀更划算。这启科够花的。是啊，那个蒋经理跟我说，出口东南亚荣州最便宜，但根据我的经验，应该是深圳最便宜。咱们回去要仔细查一下啊。好，还有他们那手机，作为普通智能机，同等品牌的定价根本没那么高。启科的业务完全依靠于出口，这么大的交易，外商不设立境内代理机构，没有验货环节，主要还依靠线上交流、线上转账，我觉得太奇怪了。重点是那个人明显不给我们任何与海外客户联系的资料，我觉得这是个突破口。食堂那边没问题啊。把退税到账的钱尽快转出来，我把账号会发给你。他暂时不会发觉的。让你老公那边也谨慎一点。好的。马儿，回来了。回来了。嗯。哎呦，你看看你这，怎么出了那么多汗呢？啊，你干嘛去了？打门球去了。你就说还有装备呢。啊，这还挺好玩的。刚刚学的。哎呀，哎，你跟谁一起打呀？哦，就是那个楼下老张他们。啊。哦，那你这样，下次啊就带我一起去打。你说我一个人做家务，做完了以后啊就一个人，哎呦，真是空落落的。你就带我一起去，散散心。一帮老爷们儿，你去了也没什么意思。哎，对了，咱那体育中心广场，我看装了几个健身跑步器，我觉得那个东西不伤膝盖，到时候我带你去啊。就是想跟你在一起运动一下。啊，那不是一块儿去了吗？对了，锦秋干什么去了？他在屋子里啊，闷了大半天了，静悄悄的，也不知道他在忙什么。哦，我擦灰去了。哦。哟，出来了，还看书呢？今儿怎么这么勤快呀？什么叫勤快？这就是我的活啊！啊，爸，给我吧。别，我来，我在家就我来，您坐着歇会儿。好，我得落汗啊。哎，要不然我给你们洗苹果吃。给妈洗苹果去。嗯，好。哦。爸，哪里不舒服啊？啊？怎么了？感觉哪里不舒服？妈，怎么了？怎么出这么多汗呀？哎，钟伟，钟伟，你打120。妈，您也别太着急了，医生不是说了吗？爸爸就只是血压高了一点，然后呢，免疫力稍微差了一点。再加上剧烈运动以后没有好好休息才晕倒的，
只要稍微的调理几天就没事儿了啊。你爸回来以后，给我的感觉就是一切都过去了，好像什么都没发生一样。可是他在里面6年啊，整整6年。他还有风湿，我真不知道他在里面这一天一天是怎么熬过来的，为把他现在这个身体都弄成这个样子。唉，真是，要是当年他们郑家听。我知道你想说什么，你就是意思，郑家没有错，错的都是你爸爸。可是当年你和郑浩的特殊关系，他们郑家要是知道了，完全可以提前告诉我们的，这样我们可以将功补过吗？怎么告诉我们？你让他们说什么？怎么说？能不能说？妈妈，郑叔叔当年真的什么都没做错，郑浩也没有做错什么。我知道当年事情发生的太突然，对您的打击特别大，您很伤心，您很难过、无助，我都明白。您不想怨爸爸，但是又必须要给自己的情绪找一个出血口，我都懂。这么多年了，放下吧。现在爸爸要回来了，咱们3个人一起，一家人好好过日子，行不行？只要你爸爸身体健健康康的，我没什么放不下的。
动作都快一点啊！赵经理，郑科、李科，你们好。上次要求我们准备的资料，我们已经准备好了，现在都在财务室，你们去看一下吧。你们去跟他们的财务人员对接账目。小芳，你也去跟他们对接一下。好。赵经理，其实我们呢还是有些疑惑。你的疑惑我能懂，去我办公室吧。上次你们来调查完之后，我们老板就说了，让我们积极主动地配合你们的调查。另外，阮先生我们也联系过了，我们在生意上合作一直很开心，他也愿意配合你们的调查。这边请。好，谢谢。赵经理，郑科、李科，你们好。上次要求我们准备的资料，我们已经准备好了，现在都在财务室，你们去看一下吧。你们去跟他们的财务人员对接账目。小芳，你也去跟他们对接一下。好。赵经理，其实我们呢还是有些疑惑。你的疑惑我能懂，去我办公室吧。上次你们来调查完之后，我们老板就说了，让我们积极主动地配合你们的调查。另外，阮先生我们也联系过了，我们在生意上合作一直很开心，他也愿意配合你们的调查。这边请。好，谢谢。给你放这儿了啊。这是什么呀？答什么物流运输货物？他们发现了达维的物流单，现在怎么办？赵经理啊，现在智能手机呢非常普遍，消费者可以选择的品牌也非常多。但是你们这款手机，它的优势在哪儿啊？定价可不便宜哦。我们的手机主要是针对东南亚国家，所以为了配合他们，我们也内置了很多适合他们的软件。我给你们介绍其中一个吧，叫易通。在东南亚，不管你要去哪个国家，只要你提前预定，等你到达目的地之后，它就会自动切换到当地的网络，你就不需要买任何电话卡。所以当地的老百姓非常喜欢，因为他们觉得这样特别的合算、便宜。所以我们这款手机在东南亚可是很抢手的。这软件好是好，可是我还是不懂啊。就东南亚人民就因为您这一个软件，就花这么多钱买这个手机？我说的只是其中一项，当然还有其他的适合他们的、对他们有帮助的软件。市场供需决定价格嘛。都没问题。我这没问题。两位科长还有什么问题吗？
因为考虑到企业的特殊性，才没有开具调账通知书。谁知道，来了这么一出。这里送过来了。各位领导，实在不好意思，平时我们的消防安全做得挺好的，而且所有的工人都做过应急突发状况培训的。你这工厂管理不行啊，毒气泄露是大事儿。是是是。好。不好意思，是报警系统出了问题，是个乌龙事件。那我们可以进去了吧？啊，当然可以，开门。不好意思，让你们久等了。来，这边请。怎么样？基本没问题，我再找你。怎么样？没问题，没问题。东西都没少，没问题。把所有账目资料全都带回单位。好。赵经理，这是调取账本资料的通知书。一定要现在带走吗？我看你们这儿还得处理一阵儿，我们就不打扰了。正好，你这个大学同学啊，都是一些例行的问询。如果说真有什么线索，他不会这样。凯哥，现在退税的钱我们已经拿到了，接下来要做的事情就是如何安全地把这些钱转出来。我会做得更严谨。我知道你这个人呢很谨慎，但是呢，如果还金太多，每过一环我都会损失一部分钱。如果增加的太多了，我就不划算了。凯哥，只要链条完整，而且业务一直在循环，赚钱多少、快慢，这都无所谓。关键是不能出事情，一旦出事，就没有下回了。我们现在每个月从启科这间公司循环2次钱，从下个月开始，我想每个月只循环1次。我们聊聊。虽然你的经历我无法感同身受，但我也表示同情，即便你可能并不需要。所以，你是在拒绝我的提议？为什么找我？因为你是一个好父亲。我承认，可这不算理由。你想没想过，你背叛自己的父亲，你将来会面临一个什么样的生活？
想过。但现在对我来说已经不重要。过去的恩怨不应该影响你未来的人生。那婉儿的人生就应该被影响吗？你再好好想想吧。你怎么就敢当着冯大凯的面减少资金循环的次数呢？冯大凯他是个非常谨慎的人，你只要告诉他现在的业务模式不安全，不要说启科的业务，就是其他所有的业务，他全部都会停下来。从今天开始，启科每个月的资金流只循环一次，多余的钱我再安排其他渠道。你还真是一个善于摸清人心的人啊！搭好了，等百富达的线搭好了，这就是我们的钱。哎，你们那个要弄细了啊！哇！啊？看一下这个，看这个。如果你不喝的话，我先看了。你把退学备案的资料找出来，好吧？资金流水呢，做的是越复杂越好。我们呢找了一个艺术品公司，从他那儿呢买一些画，再把这些钱呢打到他的公司去，再慢慢的把钱转出来。恭喜238号先生获得竞拍，接下来我们将会竞拍下一个拍品。那还有一笔钱呢，我们就做一些工程项目，那再有呢就是买一些金融理财产品。总而言之一句话吧，所有的钱都是通过这样的方式转移到地下钱庄，到最后呢是查不到我们的，也不会有任何勾连关系。但是跟他们的账目对不上。这是对过的。哎呀，是。自然长文。我这孩子进不进来？还有这个，还有这个。起来，上路，再提起来。车走了，然后再回来，那快，我们再忙1个小时，让大家回去休息，好吧？把剩下这点东西弄完，来分一下。喂。哎，海峰啊，哎呀，你妈妈调度正住院了。对启科公司的调查
也有一段时间了，花费了不少人力物力。现在的进度怎么样了？目前从账本资料和出口对税备案资料方面看，没有发现什么问题。但是从企业生产经营看的话，还是有些疑点的。什么疑点？我说吧。首先是物流，按常理，启科公司应该先把手机运送到深圳，再从深圳走海运出口到东南亚，这样做成本是最低的。但是启科公司现在先把手机运送到容州，再从容州走海运到东南亚，这很不符合常理。因为不管是陆路运输的成本还是海运的成本，走容州都是最不划算。物流公司提供了承运合同、运输单据、GPS 过路费以及加油站的发票都没有问题。至于启科公司为什么舍近求远，我们现在没有发现原因。然后第二个疑点就是手机，启科公司生产的手机呢，它是达不到中国国内的智能手机的第一梯队的，但是它的价格却是在第一梯队，我们都觉得这个价格是不合理的。这个定价是市场决定的，我们只能做参考，它不是证据。那买方呢？有没有跟买方接触过？一个东南亚的老板阮先生，接触了，没有发现破绽。从资金流来看，启科收到退税款后会把钱交给他们的上游供货商，但是呢，这份钱在他们的账户上停留不会超过1天，这点我们都觉得很可疑。谁会这么着急的把钱转给别人啊？这有违企业经营的常理。但是这也只是疑点，我们还没有找到准确的证据来证明资金流有问题。说了半天还都是疑点，一点确凿的证据都没有。手机产业是咱们心中的重点项目，既然没有证据，我的意见，尽早撤出来，不要去打扰企业的正常生产经营，啊。那个肖局，目前我们是没有更多的证据了，但是这些疑点呢都没有消除。如果现在就撤出来的话，那很可能会有风险。以我个人的判断来看，这个启科公司它一定是有问题的。定案讲究证据，不是靠猜测。我们今天为什么要开这个会？2个检察科查一个企业，查到了什么？到现在还都是怀疑，到现在还都是猜测。那么多的案子等着呢，不能把所有的力量都压在一个案子上。你说呢，董姐？我觉得，同样，作为小组成员，我十分理解郑浩的心情。现在我们之所以还没有确凿的证据，主要还是因为案情太复杂，时间太紧。肖局啊，我觉得我们在这个案子的调查方向上是没有问题的。没有问题，这么久了，你还在找切入点，你要找多久？1个月、2个月，还是1年？找不到，你担得起这个责任吗？肖局，请您呢相信我，再多给我们一点时间，我们一定能找到突破口。如果找不到的话，我愿意承担一切的责任。
好，正好，你虽然不是这个专案组的组长，那我今天就让你做一回主。你是带着大家继续查下去，最后白干一场，还是现在就撤出来去接手其他的案子？你来做主。来峰，李科，干什么呢？我想跟郑科请个假。怎么了？我妈病了，我得回老家一趟。严重吗？老毛病了，尿毒症，这次去的时间可能得长一点。我妈她……我明白了，这样，你先处理家里的事儿，我替你向郑科请假。晚一点，你跟他打个招呼啊。好。对不起啊，李科，这个节骨眼我……哎呀，快去吧，快去吧！谢谢李科，快去吧。嗯。你看，小姐，放那个。我知道你，啊，夜猫子进宅，无事不来。你有什么话你就说。哎，我能有什么话呀？我不是好长时间没有跟领导一块吃饭了，就想跟领导吃个饭，拍拍领导马屁。你给我少来这套。那可是你让我说的啊。嗯，那我说了。作为你的老下级，我得批评你两句啊。嗯，怎么这么大的领导现在越来越沉不住气了？啊？你平时不是老夸郑浩那个坚决，这个果断，对不对？现在怎么突然就一下就拍桌子翻脸不认人了？你看，又来了，又来了。那我问你，你说我下午在会上哪句话说的不对？啊？一个案子，2个检查科，1个多月了，啊？线索呢？证据呢？到现在什么都没有。局里那么多的案子压着，找不到线索，找不到证据，你就撤出来，不要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那儿，对不对？我们也没说错呀。那确实是这个案子，它是时间紧，案情复杂嘛。再者说了，我们天天也没闲着，没有辛劳还有苦劳呢嘛。我知道你的心意，啊，我知道你们没闲着。我强调的是那么多的案子，那么多的人力物力投进去了，现在什么都没有，你们不行你就回来。我还有压力呢。我们知道你有压力，小姐，我跟你说句实话，以我和郑浩的经验，我们俩都认为这个案子绝对没有那么简单，背后一定有个大家伙。这样，我跟郑浩一个意思，您再给我们点时间，我们俩强强联手，一定给你一个满意的答复，好不好？来吧，吃饭吧。明天，来。明天晚上正好找你去，吃饭。啊，小姐，来。郑科只是想多一点时间把案子给查清楚，肖军为什么发那么快？
咱们说这么多也没用，要不然趁这个时间咱再查查，万一有什么线索呢？那天那毒气你们闻见了吗？太假了吧！你们谁闻见了？都没闻见吧？如果那个毒气是真的，我还真相信了。但是他们造假，为什么？他慌了，他慌了呀！事情确实挺离谱的。不是，如果我们觉得这案子有问题，如果我们觉得他们想隐瞒什么，那我们就查呀。我现在再核实一下他们的物流情况。这两家我觉得证券公司就是有问题。那你再查一下他们的出入库单，我再核对一下他们的物流。好吧，查呀，我查了，我又把那天那个发票我又拿出来看了一遍，我发现赵云，大半夜干嘛呢？啊？今天不够累是吗？为什么不回家啊？明天上不上班？明天能不能准时上班？这我东西落在这儿了，我马上就走了，去吃个饭。对，吃个饭，一起去吃饭。宵夜。师傅，您先别生气嘛。其实我们就是觉得，我们知道您没走，就想留下来陪陪你。就这样，万一我们能查出点什么呢？说不定能帮上忙呢。哦，李科他说家里有事儿就先走了，走之前还让我们整理资料来着。陈科，我们还接着查吗？李科交代我们了，不管你做什么样的决定，我们都无条件支持你。月光下的那句晚安，隐藏着多少离殇。任何一个有疑点的案子，我是不会放弃的。只要还有疑点，没有找到合理的解释，我们就一查到底。不懂当生命太短暂，不想留遗憾，就算经历过难熬。查，好，必须得查。郑科，我觉得他们的物流有问题，我会再核实一下他们的物流。我觉得肯定有问题，我们就得查。我把退税备案资料再看一遍。我觉得他们肯定能找到的。守护着平凡时刻，面对着考验，我选择。人热如沙漠，我不曾随过，所以路途太长太久，无法回头张望。易碎的奔涌，粉碎着迷雾，风帆之上，只为你而心动。精心付出总有回应，时间是最好证明。我聆听苍穹下的万家灯火，就是守候的意义。上车了吧？当自己是二哥的一份子呢，就不要想着跟我转回来，我没时间跟你转来转去。回家照顾好母亲，回来以后才能专心工作。回家踏踏实实的，你负责的资料我接手了，有事支持啊。还有啊，有事别自己扛着，回家路上注意安全，你要不告诉我，照顾好阿姨，最重要的是照顾好自己。你看这个，拿这个所以路太长太久，无法回头。
孩子睡了吗？睡了。今天晚上我在这陪他，你回去休息，好吗？明达，你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儿啊？我能有什么心事儿？都是工作上的事。你跟我说说吧，虽然我也帮不上什么忙，但总比你一个人闷着强啊。你放心吧，啊，我现在这不是在大海哥的公司给他做顾问吗？现在呢，他已经答应给我一笔钱了，所以这婉儿的治疗费就算是有眉目。我现在呢，想这么安排，你呢和婉儿去瑞士，把这个针啊给他排上号，而且那边的医疗水平还有环境要比这边好。我觉得婉儿天天这样在医院里面，对他心里也会产生一些不好的影响，你觉得呢？那你呢？我等把这边的事情都处理好，我就过去找你们，咱们俩得分开一段时间。明达，那我和婉儿在那儿等着你。你们肯定是在那儿等着我呀，啊？婉儿，小星，你住在哪儿呢？我在被窝里呢，居然还没睡呀？你不也没睡吗？还在被窝里呢。你要是被你妈发现了呀，你就该挨说了。她一天到晚的就这样说我，明明说完自己心里还难受，又要用骂我的方式关心我。我现在一点都不怕她骂我了。哎，在干嘛呢？这么晚还不睡？我写作业呢。撒谎！你平时几点写完作业我不知道吗？哎，你是不是画画呢？你前一段时间给我那个画册，我特别喜欢。你什么时候再出第二册呀？先好好去睡觉，我这就给你画，好不好？我不想睡，反正死后自会长眠。你说，人死了会疼吗？这我不知道。应该没有我做理疗疼。前一段时间，我在医院交的一个好朋友，慧慧，她去世了。我妈说她睡着了，死，怎么可能是睡觉呢？睡觉就是，你知道，她有一天终究会醒来，你不会感到难过，只要等就可以了。可是死，就是再也回不来了，再也见不到。婉儿，你知道吗？当时我父母去世的时候，我都一直在想我会去哪儿，然后我就上网去搜。后来有一个人跟我留言，他说人死了之后就会被死人带去做客，那里呀就有点像酒店，然后里面有吃有喝的，无忧无虑的。哦，对了，还有电视，电视里啊播放的都是活着的人的生活。我觉得他说的对，所以现在我每天都要好好活，因为我相信我爸我妈在看着我呢。你又有了新的爸爸，那我爸爸妈妈会不会再生一个？我一想到他们又会有新的孩子，我就
就会很生气。但我又希望他们能生一个弟弟或者妹妹，这样也许我出了什么事情，他们也不会太难过吧。婉儿，其实我虽然有郑爸爸，但是在我心里，我爸爸是不可替代的。郑爸爸也一样，他们两个，无论我失去谁，对我来说都是不可承担的痛苦。每年过年的时候啊，看到烟花，我就会想，爸爸妈妈他们能不能看到烟花？他们要是能看到烟花，他们会不会很高兴啊？婉儿，你一直都比我勇敢。等我放假了，就去看你，给你带新的漫画，好不好？那说定了。嗯，我保证。那明年的新年，我们一起去看烟花吧。好。现在已经很晚了，你早点睡吧。啊，我挂了。那晚安。晚安，拜拜。小李，查的怎么样了？李科，你还不走啊？一会儿到。啊。任丽，怎么了，妈？东杰来电话了。啊，那个东杰呀，丽丽守着孩子睡觉呢。啊，我和你爸都挺好的。丽丽，任丽，就说我睡了。行，我记那个，我先说个事儿啊。小石呢，因为家里有事儿啊，要暂时离开专案组一段时间。我知道，咱们的工作量挺大的，但是没办法，工作上呢，大家就多分担一点，好吧？没事，郑可，我们这都是一个顶仨的人。开会啊。
这个启科公司，它生产所需的元器件呢，都是采购而来。其中最大的一家供应商恒泰源是在我们新东，而这家供应商呢，也是从更上游的配件厂采购的元器件。对的，郑科。从启科与恒泰源的往来单据、账户资料和他们的发票上都没有什么疑点。从资金上看，启科在收到退税款之后就立即向恒泰源转账，理由是支付货款。从物流上看呢，是一家叫全益物流的企业，从配件厂运输到供应商恒泰源。说到物流，张璐啊，你那边物流调查怎么样？是这样的，从单据上看没有发现任何问题。但至于这个物流公司是不是真的运输过货物，这个需要我们实地考察。我和熊毅分别去了货代公司、船公司、海关、报关行，均证实确实有货物以新东启科公司的名义出口，所有业务都对得上。那这个恒泰源公司还真是滴水不漏啊。